新加坡政府又要发钱了。原定于2027年发放的500新元 CDC 邻里购物券，正式宣布将提前至2026年6月发放。作为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人，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笔日常补贴，但在宏观经济学视角下，发放时间提前的动作，其实释放了政府对接下来1年核心通胀和生活成本压力的严峻预判。你好，欢迎来到本频道，我是你身边的政策信息速递员。今天这期视频用理性的视角为你拆解这500新元背后的财政调控逻辑，看看它究竟是福利还是通胀预警。同时，视频后半段会提供一份最高效、安全的实操申领指南，确保你顺利拿到这笔补贴。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政府要急着把钱发到你手里。要理解这笔钱提前发放的意义，我们需要先翻开当前的经济大环境账本。随着消费税 GST 正式上调至 9%， 很多家庭在日常开销上感受到了最直接的变化。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近期的评估报告，虽然整体通胀有所回落，但食品与服务类的核心通胀依然具有很强的粘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30到35岁的新加坡家庭来说，每个月的账单变得更沉重了。你既要按时缴纳祖屋的房屋贷款，又要承担不断上涨的日常开销。去超市买菜，或者去祖屋楼下吃顿杂菜饭，你都能直观感受到物价的变化，压力是实实在在的。这500新元的 CDC 购物券正是新加坡财政部保证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初衷非常明确，并不是毫无节制的印钞发钱，而是通过精准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对冲 GST 上调和物价上涨带来的过渡期阵痛。那么，既然是早就定好的配套，为什么偏偏要提前发放呢？为什么原本计划在2027年发放的补贴，要提前到2026年6月？这绝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更不是简单的发福利。在宏观经济学中，这属于典型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操作。当 MAS 的数据模型预测到接下来1年的生活成本压力可能会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阈值时，政府选择了主动出击。我们观察其他一些国家在面对通胀周期时，往往采用全面降息、大规模印钞，甚至是强行干预物价。但新加坡政府的逻辑要克制得多。大规模印钞，表面上大家都有钱了，但实际上会引发工资物价的恶性螺旋上升，最终让通胀彻底失控，导致你手里的钱购买力大幅缩水。而提前发放这500新元 CDC 购物券，是一种定量的、一次性的精准资金注入，它能够在完全不破坏市场自由价格机制的前提下，直接增加全岛130万户家庭的实际购买力。这种操作不仅考验执政团队对经济高频数据的敏锐度，更体现了长期积累下来的财政定力。新加坡能够做到这一点，依赖于稳健的财政储备，使得政府可以在面对可能持续的生活成本危机时，利用现有的财政盈余进行动态调整，而不是向未来透支。提前发放本质上是用国家的财政缓冲垫去吸收普通人生活成本增加的冲击波。了解了时间提前的宏观逻辑，我们再来看看这笔钱的分配方式。这500新元并不是直接打进你银行账户的现金，而是被严格切分成了2部分。250新元只能在大型连锁超市使用，另外250新元则专属用于邻里商家和小贩中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250对250的比例？这正是新加坡财政政策中非常精妙的一环。试想一下，如果政府直接发放500新元现金，大部分资金很可能会迅速被大型跨国零售巨头虹吸，或者被家庭出于防范心理直接储蓄起来，根本无法在市场上产生经济学上的乘数效应。通过强制将一半的额度锁定在祖屋区楼下的18叉、理发店、邻里杂货铺和食阁，政府实际上是在引导资金流向社区的最末端。这不仅缓解了你的生活开支，更重要的是，它为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邻里小微商户提供了稳定的客流和确定性的现金流。大型超市保证了你购买必需品的效率，而邻里券则维系了社区经济的生态平衡。
这是一次宏观上的调控，既精准补贴了消费者，又在隐形中扶持了邻里经济，防止了零售寡头的赢者通吃，展现了政策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到底该如何安全、快速地把这500新元领到手？了解了这笔钱背后的宏观逻辑和分配机制，我们来看看最关乎大家切身利益的具体实操。得益于新加坡高度发达的电子政务系统，领券的过程非常高效且无感。相比过去纸质购物券高昂的行政分发成本，数字化发放省下了大量纳税人的钱。你需要知道的核心规则是，每户家庭只需要1名新加坡公民，通过个人的 SingPass 账号登录 CDC 官方网站，就可以申领属于全家的500新元购物券。申领成功后，系统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领券链接，你可以直接通过 WhatsApp 或者短信分享给家庭其他成员，大家共享这个额度，扫码扣款，非常方便。但在这里，我必须严肃提醒大家3个关键信息，请务必留意。第一，认准官方域名，申领必须在后缀为 GOVSG 的政府官网上进行。近期诈骗频发，绝对不要点击任何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政府不会通过非官方渠道要求你输入个人信息。第二，这批购物券的有效期截止到2026年12月31日，请合理规划使用时间。政府设定有效期的目的，就是为了倒逼资金在限定时间内流入本地市场，刺激消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严禁在网络上倒卖 CDC 购物券。过去的数据显示，超过 90% 的家庭都能顺利申领并使用。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去触碰法律红线，参与任何买卖 CDC 购物券的违规交易，都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处罚。福利虽好，合规使用才是前提。总而言之，这提前发放的500新元 CDC 购物券，绝不仅仅是一笔简单的福利。从反周期财政的宏观调控，到250对250的精细化分配，再到 SingPass 系统的高效支撑，它完整体现了新加坡在应对生活成本危机时的政策智慧与长期定力。精细化管理的新加坡模式，就在这一张张电子购物券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希望今天的信息能让你对这笔钱有更清晰的认知。那么，你打算如何规划这500新元的开支？是用于超市采购、日常囤货，还是去支持楼下你最熟悉的那家小饭摊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分配计划。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价值，请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会继续为你提供靠谱、专业的新加坡政策解析，做你身边的政策信息速递员。我们下期视频再见。